美军热衷于推测中国统一时间表的背后，主动权之争才是关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强少。虽然中国大陆一再表示争取以一国两制的和平手段实现统一，但是基于解放军作战实力的迅速提升，特别是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增强，美国军方似乎对猜测中国统一的时间表非常热衷。对于中美军备竞赛的大环境而言，美军迫切想推定解放军发动武统的时间节点，无非就是这么几个动机：第一，帮助美军制定更加合理的军事战略；第二，通过表达担忧来争取更多的军费。各个军兵种都有这样的动机。第三，通过这样的预测，发出整军备战的声音，对中国进行战略威慑。但是这种打嘴炮的方法作用相当有限。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达斯汀·沃克认为，美军高层关注任何特定的时间表，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树林。中国大陆一定会武统台湾岛吗？如果会，在什么时候？假如回答这个问题是出于盲目的猜测，而不是基于可靠的情报分析，那么最后的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他认为，美国政策的制定者和军方领导人应该停止猜测中国的战争时间表，而要将注意力集中在美国的威慑时间表上。达斯汀·沃克认为，美军高层应该专注于发展让中国不敢动武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的建设要有时间表。那么从上述的意见中不难发现，美军预测中国动武时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美军高层长期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希望，好像美国能够提前几年知道中国的战略意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延，中国军力的变化，有关这个时间节点的争议似乎永无止境。第二，美军预测的时间表还会导致向各方传达出错误的结论，即战争不可避免，美军一定会用武力干涉台海事务。这种猜测只会加剧紧张局势，破坏脆弱的中美两军互信。而事实是，决定美军是否干涉的权利不在于美军，而在美国总统手上。第三，预测武统时间还破坏了美军推动改革的节奏。为一个具体日期进行准备，需要以牺牲另一个时间框架为代价。美国人忘了，中国统一的窗口一经打开，是没有关闭期限的。什么时候实施，主动权掌握在中国大陆手上。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美军不确定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具体日期，能有办法对付中国吗？或许蒙着头做对的事是其选择之一，但这种方式无法有效利用军事资源。比如，美军计划加强关岛基地的防御，在夏威夷开展军事基地建设，在日本增加弹药储备，在菲律宾搞更多的军事基地等等。这些做法似乎都证明了美军正在为当前的战争做准备。但是这些举措仍未解决美军在重要的改革和武器装备更新等方面的问题。面对台海危机，由于美军缺少主动权，必然在最重要的战斗力建设上陷入纠结。近期和长远选哪个？如果美军认为台海军事危机迫在眉睫，他就得抓紧推进印太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建设，就需要大量储备弹药，不能退役老旧的军舰和战斗机。如果美军认为冲突发生在2027年以后，那么就需要加速退役老旧装备，列装新一代的主战装备。如果时间节点是在2030年以后，美军就得瞄准那些能够塑造未来战场态势的先进武器，加以开发和生产。由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大陆手上，美国无法准确判断关键的时间节点，只能靠猜测，而不同的结论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美军在军力建设上就无法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凡是犹犹豫豫、顾此失彼，必然会影响其作战能力的建设。这样的所谓军事威慑，真的对付不了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